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杨洋演《凡人修仙传》未播先火，200万预约，网友却吐槽太帅。近日，杨洋主演的大型仙侠剧《凡人修仙传》尚未播出，便已经在各大平台引发了极大的关注。优酷平台预约人数突破200万，强势占据待播榜首，一时间热度飙升，风头无两。然而，与高涨的人气相伴而来的，却并非一边倒的喝彩，反而是大量争议和质疑。尤其在选角方面，杨洋饰演的男主韩立引发了原著粉丝的激烈讨论，围绕帅不帅、像不像的争议持续发酵，甚至有人直言魔改严重。作为中国网络小说中最具影响力的修仙题材代表作之一，望宇所著的《凡人修仙传》被誉为凡人流的开山之作，其精髓就在于以凡人之躯证大道之法。主人公韩立并非天赋异禀的天才，出身平庸，面貌普通，是那种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的路人甲。但正是这样一个草根，凭借过人的坚韧、冷静的头脑、细致的算计和对生存的强烈渴望，在步步杀机的修仙界中一点点摸爬滚打，最终逆天改命，飞升成仙。韩立的凡，并非只是一个设定，而是其人物弧光的根基。他的成长没有金手指，没有贵人相助，全靠苟出来的每一步。这种从底层起步，通过智慧和努力实现逆袭的设定，正是原著能够打动人心的最大魅力所在。而杨洋的加盟，虽带来了超高话题度，却也激起大量原著粉的担忧。众所周知，杨洋自出道以来便以俊朗外形和古装男神著称，微微一笑很倾城中温文儒雅的萧奈，且是天下中霸气冷峻的黑风息，无不是自带光环的人设顶配，令无数观众为之倾倒。然而，正是这种颜值光环，在《凡人修仙传》中却成了最大的原著违和。不少书粉直言不讳地指出，韩立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普通人属性，如果一上来就是个帅的不行，浑身贵气的美男子，那还谈什么平凡？这不是天选之子挂着凡人名头修仙，直接颠覆原著精神了吗？你一个长得像天庭太子的人，还要隐藏实力狗命，观众能信？这类调侃在网络评论区比比皆是。可以说，杨洋的太帅成为许多人对这版《凡人修仙传》存疑的第一大理由。这场围绕杨洋的争议，归根结底并不是单纯针对杨洋本人，而是观众对角色气质、演员形象与剧情逻辑之间一致性的期待。当一个演员的形象过于突出，甚至强到压过角色本身时，很容易造成出戏的观感。而《凡人修仙传》作为一部重剧情、重成长的仙侠剧，更加要求演员在表演上贴合人物的内在逻辑，而非仅靠外貌吸引注意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质疑声不断，但也有一部分观众持相对宽容的态度。他们认为，演员的形象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还是演技与角色的融合。如果杨洋能够跳脱过去的偶像包袱，真正演出韩立从懵懂少年到老辣修士的成长线，那也未尝不是一种突破性塑造。面对外界质疑，剧方选择用实打实的物料来回应。从目前释出的预告片来看，杨洋在《凡人修仙传》中的形象确实与以往有些不同。预告片中，韩立身着简朴衣衫，脸庞带伤，眼神中不再是霸总式微笑，而是多了一种坚毅与狠劲，动作设计利落干脆，打戏部分颇具沉浸感，展现出角色刀尖舔血的修炼过程。据爆料，杨洋为准备该剧闭关2年，期间极少参加综艺活动，连以往常驻的 C 位也主动让出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体现了他本人对角色的敬重与塑造的用心。导演杨洋也在采访中表示，我们不是在拍一个高颜值的修仙童话，
而是在讲一个草根如何在逆境中求生的现实寓言。韩立的烦体现在骨子里，而不是脸上。这一番话虽带有宣传意味，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说明了剧方在创作方向上的坚持。除主角之外，《凡人修仙传》的整体制作也值得一提。据了解，该剧邀请了原著作者望宇亲自参与编剧，以保证剧情的原汁原味。在特效制作方面，剧方投入巨资，特效团队大多有电影工业背景，力图打造出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修仙世界。演员阵容方面，除杨洋外，还包括金晨、柳岩、金世杰等实力派演员。尤其是金世杰老师出演的莫大夫，一个眼神就能让人不寒而栗，为整部剧增添了厚重感与可信度。而金晨饰演的南宫婉，在预告片中展现出出尘脱俗的气质，也打破了早期网友对其古装不够美的质疑，实现了真香大反转。这表明《凡人修仙传》并非一部单纯靠脸吃饭的偶像仙侠剧，而是有着较为扎实制作基础与创作诚意的改编作品。杨洋版韩立所引发的争议，其实不仅关乎个人形象，更折射出当前整个影视行业在 IP 改编剧方面所面临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难题：到底是流量优先，还是适配度优先？选择当红明星，无疑能带来话题与市场关注，提升剧集前期的曝光率与商业价值。但如果角色与演员气质不符，便容易出现表面华丽、内容空洞的问题，导致作品雷声大雨点小，最终难逃高开低走的命运。相反，一些看似非流量但气质更贴合角色的演员，虽然初始热度不高，却更可能凭借稳定的演技打动观众，实现后期口碑逆袭。因此，演员的颜值与演技并不是二选一的对立关系，而应该是一个良性协同的组合。若杨洋能够在本剧中真正突破自我，收起偶像包袱，带来一个内敛而有力量的韩立，那这次尝试无疑具有突破意义。从目前来看，《凡人修仙传》200万的预约人数固然是一个亮眼的成绩，展现了市场对于仙侠剧、对于杨洋、对于原著 IP 的高度期待。但这种期待也是一把双刃剑，它既是赞誉，也是拷问。一方面，观众希望看到一部尊重原著、剧情扎实、角色丰满的修仙剧；另一方面，大家也期待杨洋这位颜霸能完成一次真正的角色转型，用演技打破刻板印象，带来一份逆风翻盘的惊喜。而对于整个国产仙侠剧市场而言，《凡人修仙传》更像是一场风向标式的实验，在流量与口碑、商业与艺术之间，是否还能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？是否还能拍出既有视觉震撼又有情感深度的作品？这些问题，只有当电视剧真正播出后，才会有答案。就像剧中韩立那样，面对质疑与挑战，唯有沉下心来，一步步踏实修炼，方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。这一次，杨洋能不能以凡正道？我们拭目以待。